好，不行了，太爽了，滑了，家腿都硬了。碗是真的很好的热身的道具，其实热起来也没什么太大变化，只是我自己觉得热起来而已。当你状态一般的时候，就会把借口归结到身上这些东西。算了，别硬干了，操！真的不知道该滑什么。我操，boss 还挺高的，哎呦我操！现在蓄力就是做一次之后，第二次没法接着做，太讨厌了。不是难度问题，是重量问题。就这样吧，哎，来个放包。哦，耶，够用吧？这种动作质量好不好没意义，你做质量再好都没用。应该再高一点，应该还可以再高一点。就用那个吧。现在就是学会不跟自己较劲了。我操，一胖了收腿的时候是肚子就给你限制了。No pop, fuck。拍老人院的内容是这样的。好，我先做几个奥利，试试看脚感，稍微休息到不会凉的那个地步。当年也是得意季，好多年没做了。几个月前在加拿大那边滑时候成过一个，比这个台子还要再低一点。Uncle Belly 出现了。好，来是这样。Fucking dirty， 能用吗？能用，我真不做，没劲儿了。要不我们再来最后一个怎么样？刚好滑完以后，3楼那个 Eric 开的店，我们去喝杯咖啡。他店咖啡蛮好喝的，我也是开咖啡店的，所以我能尝得出来。滑板店的咖啡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像 Eric 他老婆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的咖啡师，真的非常好喝。滑也滑了，咖啡也喝了。It's time to eat。那等一下我们去吃个早饭，洗个澡，换个衣服，下午就要开始那个 Face 的决赛了。我们下午见 ，peace。我从小滑板就起得特别早，那时候不是每周就休一天嘛，周日、周六晚上回家就激动睡不着觉，失眠，基本睁眼到早上5点，挨个给我那朋友打电话。啊，那个年代其实滑板人也不多，可能一起滑就5、6个人，打座机，家里电话，5点多，通常接电话都是家里人，
谁啊？我说阿姨好，我袁飞。我中华起床了没有啊？等等啊，就是那边基本不会有人起啊，干嘛？出来滑板，就挨个打电话，打5个电话能瞪出一两个吧。大家就睡眼惺忪在公交站集合，坐公交车去滑板，然后一口气滑到晚上天黑，每个周日都如此。到后来他们其实到周末都有阴影了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会来，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就很紧张。我的一个观点就是，如果你每天可以比别人早醒2个小时，其实你就比别人生命多了2个小时。尤其周末的时候，就是早上也没有任何工作的事情可以打扰你，你一睁眼一想，哦，后面还有2天都可以休息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就心情特别好。我第一个手机是97年买的，我记得特清楚，爱立信，已经不是那种很大的手机了，揣兜里，坐公交车，一路就盼着有人给我打电话。那个年代就有个想法，因为自己拿着滑板嘛，总是想让别人看一看，你看，哎，滑板呢不是那种什么不良少年，或者是别人以为的那种穷孩子，我是有大哥大的。有时候实在没人给我打了，自己掏出来假装打了电话。我记得美国有段时间，其实很多这种职业滑手都是拍那种出门开豪车去滑板，然后生活很 rich 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种心理应该跟我当时想掏大哥大的那种是差不多的。滑板人有时候就是总想证明自己可以通过滑板来致富，可以通过滑板变成一个有钱人。我自己也有过这种阶段，就想买辆好车，尤其是在街头滑板，到了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打开后备箱，拿出滑板，想让别人有这种感觉是，我靠，看着这么挺有钱的一个人滑板呀。但我滑到现在，我不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滑板的文化其实就不应该是一个有钱的文化，不应该是个 rich 的文化，它更多的是应该是你可以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玩自己喜欢玩的东西。通过滑板，你可以获得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当然你肯定得工作，你肯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到一些让你生活还不错的钱，但绝不是那种什么豪车。游艇这种，当然我不是反对有钱啊，你如果有钱那是最好的。我也希望如果有一个有钱人，他也很喜欢滑板的话，那他可能会为滑板做很多事情，是别人做不到，他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完成的事情。但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滑板现在应该是一种让人变得很快乐的东西。离比赛正式直播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吧，我就在这儿准备一下今天比赛的这些选手名单资料，包括一些比赛的流程啊、背景简介什么的。因为说一个比赛，你不可能只说他们动作吧，肯定要介绍一下比赛啊、道具啊、场地，包括选手，不拉不拉这些东西。所以你要对整个这个比赛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当然也不需要每个字都记住，因为在直播解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是靠很多自由发挥嘛。而且我还和 Danny 一起我们俩聊天，这种就比较轻松一些。其实昨天我跟他们比赛人在说，我说这种两个人 battle 的形式，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完成动作，但是两个人在场上其实压力也会比国家赛大很多。人都是这样嘛，人多了就没压力，反正无所谓，我可以试很多次。但就两个人，这个压力需要比国家赛要大一些。但是观众看其实还是很清楚的，最后比完谁进谁没进，这很清晰。裁判看也会更好看一些。要是要走到最后的话，就真的对体力也是个很严峻的考验。尤其这种比赛，它的道具也大，然后动作你要做很难的动作，速度也快。其实选手体力消耗比这个平时他们随便滑手要消耗大很多。还有一些心理的因素，如果有压力也会消耗你的体力。
Congrats, congrats. That's a big win. I love it. 很精彩，尤其最后那轮决赛的 battle 非常精彩。我觉得 Evan 和 Juni 他们过早的相遇了，如果他俩可以来比这个冠军，可能会更好看一些。但 anyway， 比赛还是很精彩的，而且怎么说呢？通过这个比赛，好多这个朋友可以来到澳门，大家都可以见面，可以聚在一起。这个我觉得可能比比赛本身都是让我个人我开心的一个事情。就可以见到很多朋友，可以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这不会是最后一个比赛。现在3月份嘛，今年刚开始，我们就期待吧，好吧，再见，拜拜。